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杨医师，今天我们要讲一个看起来像传说但其实呢是被科学亲手记录下来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位藏传佛教的僧人呢，被科学家称为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他的脑电波打破了人类对大脑潜能的认知。那他是谁？他做了什么我们能不能也做到？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穿越信仰与科学的旅程。2002年一个悄不作声但又意义深远的实验呢，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德逊分校悄然进行。一位藏传佛教的年轻僧人，他叫明鸠仁波切飞行了18个小时，历时3天，从喜马拉雅山脉抵达了神经科学家 Rich Davidson 的脑成像实验室。这个 Davidson 博士是研究情绪和大脑神经科学的权威，他长期呢探索一个问题这人在冥想打坐的时候真的能够改变大脑吗？他邀请了很多位藏传的僧侣，希望用科学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门鸠仁波切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个实验室这个仁波切呢安静地坐下，戴上布满电极的脑电图的帽，没有法器，没有诵经，只有一张冷冰冰的实验椅和一台记录大脑信号的机器。他开始做一种叫做慈心冥想叫做 Loving Kindness Meditation 的修行方式。大家知道佛教呢主修善慈悲所以呢它叫做一种慈悲的冥想，也就是我们讲的带着一种慈悲心的一种打坐。但是呢就在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呢，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组非常强烈和稳定的伽马脑波这个伽马脑波是大脑可能最快速的频率最高的波了很少人知道它是什么含义。那么科学家们惊呆了，因为这通常是在思想高度集中或者灵感爆发的时候才会短暂出现而这个仁波切的大脑呢，不只是瞬间出现，而是像雷声一样持续轰鸣了整整9分钟甚至在冥想结束以后呢，依然保持着高频的活动这种现象呢这科学家们以前没有看到过。这项研究的成果被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这个仁波切被他们称为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左前额叶这是与正向情绪专注力、幸福感相关的大脑区域呢，它的活跃度要高于常人我们对抑郁症病人做的磁疗头颅磁疗就是激活他左前额叶的电活动那么现在看来呢，它可以通过打坐呢同样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个呢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天生的，这跟他多年的冥想修行的结果有关系。那么大家也许会想了，他是个修行几十年的高僧他能做到，我们怎么能做到呢？其实呢，这些科学家后来的研究告诉我们不管是谁即便是每天冥想10到20分钟，连续几周，也能让普通人的大脑呢发现可测量的变化。这个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的研究呢，都陆续发现冥想能够增加大脑的灰质尤其是与记忆、自我调节有关的区域。这个冥想呢，也能让大脑的杏仁核反应更稳定，减少我们焦虑和恐惧的反应。冥想呢，还能延缓大脑衰退对抗慢性压力。所以呢，仁波切他并不是超人，他只是用了几十年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大脑是可以被训练的，就像训练肌肉一样。我想起来有一次去我这个做定量脑电图专家的同事的这个实验室他好奇我看看我如果这个冥想1分钟，
他想看看我做一个短暂的冥想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啊？其实呢，因为时间很短嘛，我没有办法啊去做我习惯做的，一做就是半个小时的打坐啊，甚至1个小时打坐。那怎么办呢？我就用15分钟的我们叫做发正念的这样一个冥想来做啊。那么他发现呢，这个对我的脑电图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每个人呢，你只要努力其实呢都可以做到啊。其实无论你是坐办公室的，还是上学的还是工作的，还是在家的那么你都可以练习呢打坐。所以呢，在这个仁波切的这个报道之后呢，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医生和老师呢，都把这个冥想和正念呢引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仅是为了精神层面，也是为了身体健康、大脑的发展和心理上的疗愈如果您从来没有尝试过冥想，不妨从每天5分钟开始，闭上眼专注呼吸，感受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不要排斥任何念头，而是练习你不是你的情绪，你只是那个观察的意识所以呢，冥想呢跟宗教没有关系，也不是一个玄学，它实际上呢是一种大脑与心灵的一种健身活动这个仁波切呢曾经说过一段颇有哲理的话，说呢这个幸福不是你找到什么，而是你放下什么其实呢，我觉得人真正要追求的可能还不是什么幸福，而只是一种平静和内心的满足。那么在我们思维健康的这个框架中呢，大脑与情绪的健康看起来是一个 C 和 S 的结合C 就是我们讲的化学成分是吧神经传导物质、压力激素和平衡。 S 呢就是讲我们的 soul 调节情绪、觉醒意识自我反省、自我修正。所以呢，冥想它实际上同时调和了我们思维医学中的2个重要的维度改变大脑的化学，同时呢亲近我们内在的灵魂。所以呢，无论是你想改善睡眠减轻焦虑、提升专注力呢，还是想探索自我的成长呢，冥想都是一个很温柔但又很强大的一个起点。如果您觉得这故事有启发呢，不妨呢分享给正在面对压力的朋友，让他们知道人的幸福是可以被训练，平静可以被练习，大脑可以被改变通过我们的冥想。我们即将推出关于冥想与大脑的会员课程，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会员社群，一起练习身心自我修复的思维健康的方法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呢，也欢迎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未来呢，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更多结合古老智慧和现代科学的健康故事。好，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